判断是通过头脑的分析的，身体的反应没有透过头脑的分析，完全是神经的传导，晓得吗？这是差别。所以我们要练什么？我们要练出不通到皮肤嘛，因为常常变成，比如说我看到他的圈是往这边走，所以我认为是这边要收，这边收的时候这个往前走，结果他打到这里就碰，是不是不要太早了？等到他问题是他有没有改变？你有没有改变？你有没有改？比如说到这边，你不能改啊。练习当中你要给别人的刺激必须是 promise 的嘛，这才是练习啊。听不懂？那你的这个的反应也不该是这样的反应啊，你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啊，你应该是我说嘛，你形成一个包围嘛，所以你应该是局部的，因为你的动作太大，你变成这边收回去，这边就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再试试看。如果我们是误判啊？如果我们是误判的情况下，没关系啊，你的反应出来了就出来了。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这样左右，但比如说是误判的模式下，还是说我们要看到什么情况下身体才没有关系，所以猜错也没关系。不是猜。我跟你们讲哈，刚刚问啊，这种啊，如果产生误判怎么办？就是比方讲别人是虚招打进来是虚招，他没打过来，然后他马上就用其他动作嘛。只要这个你的反应是从身体出来的反应，而不是你的判断。所以你刚才讲误判，这个就是错的。误判是因为你在判断，晓得吗？你在判断的时候，你下一个判断就慢了。可是身体的反应不一样哦。来，我现在是这个样子，他打我，你打我如果是这个反应，我是这个反应，而他打一半，你打一半，我是这个反应，他再打，比方在这边，有这样打的吗？我手起来了，你不打乐啊？你不打其他地方啊？因为你这边打不合理嘛，你打不进来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他打这边，我如果已经来，我做出这个了，我做出，可是他打一半收回去了，他没有打进来，他那个拳就上，哎呦，就是你要做的是什么？你要做的是这个嘛，你要做的是这个嘛，这个是假动作嘛。可是当我手一起来，肋骨漏了，你就打肋骨嘛，这个情况很多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身体的反应是什么？他打这边，我的反应是这样子。当他打这边的时候，我的反应是这样子，这样不懂？身体的反应在任何姿态下，它都会有它的反应。你只要是身体的反应，而不是你的判断。判断是通过头脑的分析的，身体的反应没有透过头脑的分析，完全是神经的传导，晓得吗？这是差别。所以我们要练什么？我们要练出不判断，纯粹反应。所以纯粹的反应没有错的，因为就算不恰当，在那个时候
我们还是会有什么？身体会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子，我的反应，他进来给我的刺激，你可以不要打进来，你就打一半，打一半，另外一拳就出来，来打这个。我如果是这样子，你看我就是这样子，这是身体的反应哦，不是我设想的，听不懂？所以，当我们的身体每一个地方在改变，它改变不是说你在这个姿态下面它才会做改变，不是的，你在任何姿态、任何奇怪的姿态下面，它受威胁了，它都会有反应。这就是身体，晓得吗？这就是身体。任何一个姿态都是一个姿态。听不懂？不是一个正的啊，马步是一个，弓步是一个，什么步是一个，什么姿态是一个招式的形成才是一个，不是。人这个东西，每一个姿态，你如果做到那样的时候，每一个姿态都是一个独立，当时在那个瞬间独立存在，而独立可以流动、独立可以运作的一个姿态。不会说我在这个姿态我要变化，我要回到这个姿态我才能变化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就说让你们去看猫狗，要给你们功课，这个礼拜去看10只猫，公园里面看10只猫的动作，或10只狗，你们去看他们的动作。他不会说我在这边啪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刺激来，他要回到这边，他才能反应这个刺激吧？不会呀，听不懂？这是人的自然本能，应该是动物的自然本能。听不懂？所以不要预判，不要预判，你又保持住你的那个反应的纯粹性，不能判断。你一判断，反应的那个纯粹性就断了。啊，晓得吗？我跟你们讲过，表现这个很明显的是 Tom Cruise 演的那部电影，最后武士嘛。末代武士，你知道那一部吗？我没有看这个，我知道这个电影，但是我没有看。OK， 有空可以找来看看。Tom Cruise 他有一幕，他出来，他好像离开那个他原来的那个邀请他的那个宗主嘛，出来，然后就碰到很多人要杀他，围一圈。他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的战斗过，用刀战斗过，所以他碰到那么多人围他要杀他，所以他的反应到那边放松，然后反应，等他打完都死了，他不知道他刚才做了什么，他才开始回忆我刚才做了什么。就他一放松，把自己交给什么？交给自然反应。这些自然反应怎么来的？从他以前的训练来。如果去判断，永远太慢，永远太晚了，晓得吗？所以真正的状况就像那样的状况，真正的状况就是那样子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要什么？我们一直追求的或者我们讲所谓的武术，中国武术到后来到追求的是什么？就是回归本然啊，回归你的身体应该怎么样，就让身体那个样子嘛。
人为的操作尽量把它去掉，所以它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修道的东西了嘛？因为它这个过程跟修道是一样的嘛，从有为到无为嘛，所以到后来没有自己的意识的操控，没有人为的操控，一切根据什么？一切根据说你经过严格训练的那个回归到身体的反应。你说为什么是严格训练之后回归？是不是？那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呢？如婴儿他没有那些经过训练的那些东西，他没有经过有为的阶段，所以他那个无为是没有东西的。他那个无为是没有东西的，所以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再看山是山嘛。那最后的看山是山跟第一个的看山是山有什么差别？是内涵的差别啊。所以武术你经过刻意的训练，到后来你做到这个无为，回归到身体的本能反应的时候，你那个反应是经过训练的反应，而你把那个训练变成你的本能之一了，就是这样子，晓得吗？所以你练形意的，你回归到本来，你的那个反应，你的自然反应跟练太极的自然反应不会一样，跟练八卦的自然反应不会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储备的东西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是要练习，比如说出拳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要攻击这里，我是要看到他要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再做反应嘛。因为我们刚刚练习有一个状况是，那个节奏改变，比如说我们都会1、2、1、2，可是如果是变成1、1、2，那节奏改变了，就会容易有那个误判，所以其实是等拳出到明确的。你感应出来了就没有这个问题。我有一次在 Prague 办 seminar 有一个人他来 seminar 很多年了，练得很勤快啊，可是他很什么那个他很有点骄傲了啊，就是那有一次他也是问问题，我们就在对嘛，然后我对他很快就往这个地方闪过去嘛，我那一瞬间啪手指头就在这边，他的眼睛还没到这边的时候，我的手指头就到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怎么知道的？我不是经过判断，是那一瞬间我的感应就是他应该眼睛会到这边来。就是我们是要练出那种感知力。对，有很多就是你练久了以后，或者你对人的行动，你对人的行动的格式，对，因为人的行动是有一个限制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一个惯性的，什么动作人是可以做的，什么动作人是没有办法做的，啊，你对这个东西了解了以后。然后你那个感应就出来了，出来就是对的。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打斗，比方讲，刚讲巴西柔术，为什么刚出来去打那个 UFC 的时候，全都是赢，都是胜。可是几年以后，人家习惯了他那个打法了以后，他就很难那么轻松的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人家不知道那样你可以那样子做。人家一开始是站立打斗的，人家不习惯于你在地板上面做那些，是不是？就他的头脑里面的设定，人的动作没有那个，在场上面打斗的动作没有那个，所以一开始会很不习惯。可是当他头脑里面有这个东西了以后，他知道有这个以后，他就会产生他的对应啦。那你再要用那个打败别人，就比较难了。同样的，太极拳跟八卦拳刚出来，说
啊会打赢很多人，为什么？不是他特别厉害，因为他的反应、他的动作跟一般传统的那种的身体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他的角度，他打的角度，他打的方式是跟传统一般练长拳练这些东西的不一样的，所以人家不习惯，头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，晓得吗？占了这个便宜啊，所以讲拳打不知嘛，拳打不知，人家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去打他，你就很容易赢嘛。人家知道了以后，你再要去赢他，就要费很多事了，也并不一定能赢了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练习当中对招式动作的理解，对身体的结构的理解，对人的动态反应的理解，这些东西你都有了，这些理解了以后，然后你身体就会产生出自然的那样子的反应了。啊，听不懂？啊，你们看拳击嘛，有很多人他就是很皮嘛，就是人家打他就一闪就打不到了嘛，所以他就纯粹就在闪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他为什么可以那样子啊？你说大家还没习惯克服。不是？因为他习惯了拳击里面的那些动作，他习惯了，他认知了拳击里面的那些动作，所以对他来讲，你还没动，他就知道接下来是什么了。可如果换一种打斗方式，他就未必能闪得掉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的感知越广泛越好啊。明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们真的到家附近的公园去观察一下猫跟狗。现在的猫跟狗都太温了，都在遛撒尿拉屎，然后就回家了。你去看那种很多在公园里面，它会跑啊，会接飞盘啊，会两个狗之间的那种互动啊，有这种的，你们去看，多观察一下那个，听不懂？会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那个运动方式的看法啊。好，再练练看。